2008年9月15日，美国华尔街迎来了黑色星期一。当天早晨，拥有158年历史的投资银行巨头雷曼兄弟宣布破产，全球金融市场瞬间陷入恐慌。就在雷曼兄弟倒闭前几个月，华尔街传奇投资人沃伦·巴菲特悄悄地将自己的投资组合进行了重大调整，他增加了现金储备，减持了金融股，同时开始大量购入必需消费品公司的股票。当记者问及他为何在市场看似平静时做出如此激进的调整时，巴菲特微微一笑，说出了那句后来被无数人引用的名言：别人贪婪使我恐惧，别人恐惧使我贪婪。随后的事实证明，巴菲特的预判是正确的。在那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中，无数人失去了毕生积蓄，而巴菲特不仅保住了自己的财富，还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了高盛等优质资产，为自己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东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巴菲特之所以能在经济风暴来临前做好准备，源于他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力和对风险的高度警惕。这种洞察力和警惕性，正是我们每个人在面对可能到来的经济危机时最需要具备的品质。如今，全球经济再次站在了十字路口，美国国债规模突破36万亿美元，科技股泡沫迹象明显，地缘政治冲突加剧，通胀压力挥之不去。这些信号无不在提醒我们，新一轮的经济风暴可能正在酝酿。作为普通人，我们或许无法像巴菲特那样影响市场，但我们可以学习他的智慧，提前做好准备，在风暴来临时保护自己和家人的财富与生活。今天，我就要和大家分享10个在经济崩盘前必须要做的事情，帮助你在未来可能到来的经济风暴中安然度过。第一法则：现金为王，学会构建安全的流动性堡垒。2020年3月，当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时，一位名叫杰森的美国中产家庭主妇做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在市场恐慌情绪最浓的时候，他没有跟随大众抛售资产，而是冷静地评估了家庭的现金需求，确保银行账户中有足够的应急资金，同时将一部分资金转换成了黄金和美元现钞，保存在家中的保险箱里。我丈夫当时觉得我太过谨慎了，杰森回忆道，但当我们所在的城市实施封锁，银行限制取款，超市开始限购时，他才明白我的做法有多明智。杰森的故事告诉我们，在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时期，现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现金就像是经济风暴中的避风港，能够为我们提供安全感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合理规划现金储备呢？首先，建立一个相当于6到12个月生活开支的应急基金，这笔钱应该放在易于获取但又相对安全的地方，比如活期存款账户或短期定期存款。想象一下，如果你突然失业或者遇到重大疾病，这笔钱能让你不慌不忙地度过难关，有足够的时间找到新工作或者恢复健康。其次，构建一个多元化的避险资产组合，除了本国货币，适当配置一些美元、黄金和瑞士法郎等传统避险资产也是明智之举。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即使在美国经济面临挑战的时期，它仍然是全球投资者的避风港。黄金则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避险资产，几千年来，无论科技如何发展，政权如何更迭，黄金始终保持着其价值。瑞士法郎因为瑞士的政治稳定性和银行体系的可靠性，也是不错的避险选择。在我的避险资产组合中，美元占 40%， 黄金占 30%， 瑞士法郎占 30%，
一位经历过多次金融危机的资深投资顾问分享道，这个比例并非一成不变，我会根据全球经济形势和各国货币政策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最后，不要忘记分散风险，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是极其危险的。将现金分散存放在不同的银行，甚至不同的国家，可以有效降低系统性风险。记住，即使是看似稳如泰山的大银行，在严重的金融危机中也可能面临挑战。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第4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的倒闭就是一个警示。我的原则是，任何一家银行的存款不超过我总资产的20%。一位家族财富管理专家表示，同时我会密切关注银行的财务状况和信用评级，一旦发现异常，立即调整存款分布。现金储备不仅能帮助我们应对危机，还能在资产价格大幅下跌时提供购买良机。正如巴菲特所说，恐惧是投资者的朋友，兴奋是投资者的敌人。当市场恐慌时，持有充足的现金，你就能以低价买入优质资产，为未来的财富增长奠定基础。第2法则：智慧投资，在动荡中寻找确定性。2022年初，当科技股和加密货币市场如日中天时，硅谷投资人彼得·蒂尔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大幅减持了科技股，转而增持了农业、能源和医疗领域的实体资产。当所有人都在谈论元宇宙和 Web 3.0 时，我更关心的是人们的基本需求会如何变化。蒂尔在一次私人晚宴上解释道，无论科技如何发展，人们总是需要食物、能源和医疗服务。1年后，科技股和加密货币市场经历了断崖式下跌，而蒂尔投资的农业和医疗资产却表现出色，不仅保住了本金，还获得了可观的回报。蒂尔的投资哲学提醒我们，在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时期，投资策略需要回归基本面，关注那些无论经济环境如何变化，都具有持续需求的领域。那么，在可能到来的经济风暴中，我们应该如何调整投资策略呢？首先，避开高风险、高估值的资产。当经济处于扩张后期，市场情绪往往过于乐观，导致某些资产价格被大幅推高，远远超出其内在价值。这时，保持清醒和理性至关重要。我见过太多人在市场顶部追高，结果损失惨重。一位资深财务规划师感叹道，他们被短期的高回报所诱惑，忽视了潜在的风险。记住，市场永远不会只涨不跌。其次，增加对抗通胀资产的配置。经济危机往往伴随着通货膨胀，这会侵蚀你的购买力，因此配置一些能够对抗通胀的资产非常重要。农田是一个经典的抗通胀资产，无论经济如何波动，人们总是需要食物。随着全球人口增长和耕地面积减少，优质农田的价值有望持续上升。我的祖父在1970年代通胀高企时期购买了一片农田。一位家族企业继承人分享道，这个决定不仅帮助家族抵御了通胀，还为后代创造了持续的收入来源。食品供应链企业也是不错的选择，从农产品生产、加工到配送，整个链条上的优质企业往往能在经济危机中表现出较强的韧性。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当大多数行业都在裁员时，我所在的食品加工公司不仅没有裁员，还因为消费者转向更经济的家庭烹饪而增加了销售。一位食品行业高管回忆道，医疗地产和养老社区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对高质量医疗服务和养老设施的需求将持续增长。我在2010年投资了一家专注于医疗地产的 REITs 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一位退休的医生分享道，10多年来，
它不仅提供了稳定的股息收入，资产价值也实现了可观的增长。最后，不要忽视价值投资的力量。在市场恐慌时，即使是优质企业的股票也可能被低估。如果你有足够的现金储备和耐心，这可能是以合理价格购买优质资产的绝佳机会。2020年3月，当市场因为疫情而恐慌时，我买入了一些基本面强劲但股价大幅下跌的消费品公司股票。一位个人投资者分享道，2年后，这些投资的回报率超过了100%。关键是要有足够的现金在市场恐慌时出手，并且有足够的耐心等待市场恢复理性。智慧的投资不是追求短期的高回报，而是在保护本金的前提下，寻找那些能够在各种经济环境中生存并茁壮成长的资产。正如本杰明·格雷厄姆所说，投资的本质不是击败市场，而是控制自己。在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时期，这一点尤为重要。第3法则：财富传承，为家族资产构建防护墙。2019年，香港富豪李嘉诚在其90岁高龄时，完成了一项复杂的家族财富传承安排。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信托结构和家族办公室，它不仅确保了家族企业的平稳过渡，还为家族成员提供了财务保障，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税务负担和法律风险。财富传承不仅仅是关于金钱，更是关于价值观和责任的传递。李嘉诚在一次罕见的家族会议上表示，我希望我的财富能够成为家族的祝福，而不是诅咒。李嘉诚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财富规模大小，提前规划财富传承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在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时期。那么，作为普通家庭，我们该如何做好财富传承规划呢？首先，制定一份详细的遗嘱。遗嘱是财富传承的基础，它明确规定了你的资产在你离世后如何分配。没有遗嘱，你的资产将按照法定继承程序分配，这可能与你的意愿不符。我见过太多家庭因为没有遗嘱而陷入纷争。一位资深遗产律师感叹道，有些纠纷持续数年，不仅耗费了大量金钱，还破坏了家庭关系。一份清晰的遗嘱可以避免这些问题。其次，考虑设立家族信托。信托是一种法律安排，允许你将资产交给受托人管理，以特定方式为受益人，通常是家庭成员，服务。信托可以提供资产保护、税务规划和财富管理等多重好处。我为我的孩子们设立了教育信托，一位企业家分享道，这样即使我发生意外，他们的教育经费也有保障。更重要的是，信托的条款规定，他们只有在完成学业后才能获得更多资金，这鼓励他们努力学习，而不是依赖家族财富。对于拥有较大资产的家庭，可以考虑设立家族办公室。家族办公室是一个专门管理富裕家族财务和投资的组织，可以提供全方位的财富管理服务，包括投资管理、税务规划、慈善捐赠等。我们的家族办公室不仅管理投资组合，还协调家族成员之间的沟通，组织家族会议，甚至为下一代提供财商教育。一位家族企业继承人表示，他就像是家族财富的守护者，确保财富能够服务于家族的长期利益。不要忽视财商教育的重要性。财富传承不仅是资产的传递，更是价值观和知识的传承。如果继承人缺乏必要的财务知识和责任感，即使是巨额财富也可能很快消散。我父亲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教我理财知识。一位成功的2代企业家回忆道，他不仅教我如何赚钱，更教我如何负责任地使用和管理金钱。这些教育对我的成长和事业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财富传承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需要专业知识和周密规划。
在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时期，提前做好这些规划，可以为家族财富构建一道坚固的防护墙，确保它能够安全地传递给下一代，并为家族的长期繁荣奠定基础。第4法则：房产优化，学会资产的灵活配置。2021年，澳大利亚悉尼的房地产投资者迈克尔面临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他感觉房地产市场可能已经接近顶部；另一方面，他不想完全退出这个长期以来为他创造了可观财富的市场。经过深思熟虑，迈克尔采取了一种创新的策略，他将自己的部分房产通过信托结构转移给子女，保留了居住权，同时将收益权交给了一家专业的房地产管理公司。这家公司负责出租和管理这些房产，并将收益按约定比例分配给迈克尔和他的子女。这个安排让我实现了多重目标，迈克尔解释道。我保留了生活所需的住所，减轻了房产管理的负担，为子女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同时还优化了税务结构。最重要的是，如果房地产市场出现调整，我的风险也得到了分散。迈克尔的故事告诉我们，在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时期，灵活管理房产资产可以帮助我们降低风险，优化资产配置。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房产往往是最大的单一资产。如何在保障居住需求的同时，最大化房产价值，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评估你的房产组合，如果你拥有多处房产，考虑它们在你整体资产配置中的比重。房产虽然是良好的长期投资，但流动性较差，且在经济危机时可能面临价格下跌和出租困难的双重压力。我的原则是，房产投资不超过总资产的 50%。一位资深财务顾问建议道，这样即使房地产市场出现调整，也不会对整体财务状况造成致命打击。考虑居住权与收益权分离的策略，这种策略允许你继续居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同时将房产的收益权，如租金收入或增值收益，转让给家人或信托。这不仅可以优化税务结构，还可以为家庭成员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我将自己的度假别墅的收益权转让给了为我的孙辈设立的教育信托。一位退休教授分享道，别墅在旅游季节出租给游客，收益直接进入信托账户，为孙辈的教育基金积累资金。而在非旅游季节，我和家人仍然可以使用这处房产。考虑房产的多元化，不同类型和地区的房产对经济周期的敏感度不同。例如，高端住宅在经济衰退期可能面临较大的价格压力，而经济型公寓或学生公寓则可能相对稳定。我的房产组合包括市中心的商业地产、郊区的住宅和乡村的农场。一位房地产投资者分享道，这种多元化策略帮助我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中都能获得相对稳定的回报。不要忽视房产的流动性问题，在经济危机时期，房产可能变得难以出售或价格大幅下跌，因此确保你有足够的流动资金应对紧急情况，不要过度依赖房产变现。2008年金融危机时，我有几个朋友被迫在市场低迷时出售房产，损失惨重。一位房地产经纪人回忆道，他们的问题不是房产本身不好，而是缺乏足够的现金缓冲，无法等待市场恢复。房产优化是一个需要综合考虑居住需求、投资回报、税务规划和风险管理的复杂过程。在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时期，灵活管理房产资产可以帮助我们在保障基本居住需求的同时，最大化资产价值，降低风险。第5法则：全球布局，为人生增添多重选择。2016年，硅谷企业家萨姆·奥特曼做了一个看似奇怪的决定，他开始系统性地申请多个国家的居留权和公民身份。当时，美国经济正处于扩张期，
这一决定让许多人感到不解。这不是因为我不爱我的祖国，奥特曼在一次私人聚会上解释道，而是我认为，在一个日益全球化但又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拥有多重选择是一种明智的风险管理策略。几年后，当新冠疫情爆发，全球旅行受限，许多国家实施严格的入境管制时，奥特曼的前瞻性决策使他能够灵活选择最适合自己和家人生活、工作的地点。奥特曼的故事告诉我们，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的时期，全球布局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的选择和保障。那么，作为普通人，我们该如何实现全球布局呢？了解不同国家的移民和居留政策。许多国家提供各种投资移民、技术移民或退休移民项目，门槛和要求各不相同。葡萄牙的黄金签证项目允许投资者通过购买房产或创造就业机会获得居留权，5年后可以申请公民身份。一位国际移民顾问解释道，这是欧洲最受欢迎的投资移民项目之一。因为它不要求申请人实际居住在葡萄牙，只需每2年在葡萄牙停留7天即可。马耳他则提供了另一种选择。马耳他的公民身份项目虽然投资门槛较高，但一旦获得公民身份，你就成为欧盟公民，可以在所有欧盟国家自由生活和工作。该顾问补充道，考虑东南亚国家的长期签证选项，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提供各种长期签证，如退休签证、投资签证等，允许外国人长期居住。我和妻子在泰国清迈拥有一套公寓，通过泰国精英签证计划获得了10年多次入境签证。一位退休的加拿大工程师分享道，这里的生活成本只有加拿大的1/3，医疗服务却非常优质。每年冬天，我们都会在这里度过3到4个月，逃离加拿大的严寒。不要忽视教育和职业发展的全球机会，让子女接受国际教育，或者自己获取国际认可的职业资格，可以增加未来的全球流动性。我的女儿在瑞士的国际学校读书，不仅学习了3种语言，还建立了来自全球各地的朋友网络。一位国际商人分享道，这种教育经历为他未来在全球范围内工作和生活奠定了基础。建立国际银行账户和投资组合，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拥有银行账户和投资，可以分散金融风险，应对可能的资本管制或货币贬值。我在新加坡、香港和瑞士都设立了银行账户，并在这些地区进行了多元化投资。一位资深投资者分享道，这不仅帮助我分散了风险，还让我能够把握不同市场的投资机会。全球布局不仅是一种风险管理策略，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它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自由和可能性，让我们能够根据全球形势的变化，灵活调整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安排。正如一位国际生活方式设计师所说，在21世纪，你的护照组合可能比你的投资组合更重要。第6法则：持续打造个人核心竞争力。2018年，美国密歇根州的汽车工程师大卫·威尔逊感觉到了行业的变化。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技术正在迅速发展，传统汽车工程师的技能可能很快就会过时。尽管已经45岁，有着稳定的工作和丰富的经验，大卫决定重新学习。他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自学了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基础知识，并参加了一个专注于自动驾驶技术的在线课程。我的同事们都觉得我疯了，大卫回忆道，他们认为以我的资历和年龄，完全可以舒舒服服地工作到退休，没必要给自己增加压力。2年后，当汽车行业因为疫情和技术变革而大规模裁员时，大卫不仅保住了工作，还被调到了公司新成立的自动驾驶部门，获得了晋升和加薪。
现在，那些曾经嘲笑我的同事中，有几位已经失业了。大卫说，他们中的一些人正在向我请教如何转型到新技术领域。大卫的故事告诉我们，在经济和技术快速变化的时代，持续学习和技能提升是保持个人竞争力的关键。那么，在可能到来的经济风暴中，我们应该如何提升自己的技能呢？识别未来的增长领域和技能需求，关注全球趋势和技术发展，了解哪些行业和技能在未来可能更加重要。人工智能、数据分析、可再生能源、生物技术和网络安全是未来10年最有前景的领域。一位职业发展顾问分析道，这些领域不仅有巨大的增长潜力，而且相对抗衰退，即使在经济低迷时期也有持续的需求。投资于可迁移的核心技能，这些技能不仅在你当前的工作中有用，在其他行业或职位中也同样适用。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能力、沟通技巧、团队协作和适应能力是最有价值的可迁移技能。一位人力资源专家指出，这些软技能在任何行业和职位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不会被自动化取代。建立多元收入来源，除了主要工作，考虑发展副业或创建被动收入流。我是一名全职软件工程师，但我也在晚上和周末经营一个技术博客和 YouTube 频道。一位科技工作者分享道，这不仅为我提供了额外的收入，还帮助我建立了个人品牌和专业网络。当我的公司在2020年裁员时，我的博客和 YouTube 频道的收入帮助我度过了找工作的过渡期。最后，保持学习的习惯和心态。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终身学习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要。我每周都会安排至少5小时的学习时间，无论是阅读专业书籍、参加在线课程，还是参与行业研讨会。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分享道，这种持续学习的习惯帮助我保持了对行业趋势的敏感度，也让我能够不断发现新的机会。技能提升不仅是应对经济不确定性的策略，也是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的基石。正如教育家约翰·杜威所说，教育不是为了生活做准备，教育本身就是生活。在经济可能面临挑战的时期，投资于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可能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第7法则：精简生活，回归本质的财富哲学。2015年，日本的近藤麻里惠出版了《怦然心动的整理魔法》一书，引发了全球性的极简主义热潮。他提倡的只保留能让你怦然心动的物品的理念，不仅仅是关于整理家居空间，更是一种生活哲学。在美国纽约，金融分析师艾米丽·格林被这本书深深触动。当时，她正处于职业生涯的高峰期，年薪超过20万美元，但同时也背负着近10万美元的信用卡债务和学生贷款。我的公寓里堆满了名牌包、设计师衣服和各种电子产品，但我并不快乐。艾米丽回忆道，每天早上我都要花半小时来决定穿什么衣服，却总是感觉没有合适的选择。我的生活被物质所累，而不是被物质所丰富。受到近藤麻里惠理念的启发，艾米丽开始了自己的极简主义之旅。她花了3个周末的时间，彻底清理了自己的公寓，只保留了那些真正有用或者能带给她快乐的物品。她卖掉了大部分奢侈品，用所得的钱偿还了部分债务。这个过程不仅仅是物理上的减法，更是心理上的加法。艾米丽说，我减少了物质的占有，却增加了内心的平静和自由。在接下来的2年里，艾米丽继续简化自己的生活。她搬到了一个更小但位置更好的公寓，减少了不必要的社交活动，专注于那些真正重要的关系。她开始做饭而不是外出就餐，选择步行或骑自行车而不是打车。这些改变不仅帮助她在2年内还清了所有债务，
还让他积累了相当于6个月薪水的应急基金。当2020年疫情爆发，华尔街大规模裁员时，我并不恐慌。艾米丽说，因为我知道，即使失业几个月，我也有足够的储蓄来维持生活。这种财务上的安全感，是我通过简化生活、减少不必要开支获得的最大礼物。艾米丽的故事告诉我们，精简生活不仅仅是一种应对经济不确定性的策略，更是一种回归本质、追求真正幸福的生活哲学。那么，在可能到来的经济风暴中，我们该如何精简生活，构建更加坚韧和满足的生活方式呢？首先，进行一次彻底的财务审计，仔细检查你的每一项开支，区分必需品和奢侈品。必需品是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需的，如食物、住所、基本医疗保险等。奢侈品则是那些可以削减或暂时放弃的，如高端餐厅、昂贵的度假、不必要的订阅服务等。我发现我每月在各种订阅服务上花费超过$200，包括很多我几乎不用的应用和平台。一位自由职业者分享道，取消这些订阅后，我每年可以节省$2400，这相当于我2个月的房租。其次，重新评估你的居住成本，住房通常是最大的固定开支，适当降低这一成本，可以显著提高你的财务弹性。我和妻子原本住在市中心的一套豪华公寓，月租金高达$3000。一位软件工程师分享道，疫情期间，我们搬到了郊区，租了一套更大但租金只有$2000的房子，不仅节省了开支，还获得了更好的生活质量。现在我们每月多出的$1000，一部分用于增加储蓄，一部分用于投资，为未来做准备。第三，优化你的消费习惯，在购买任何东西前，问问自己，这真的是我需要的吗？它会给我带来持久的价值和满足感吗？我曾经是一个冲动购物者，经常买一些用不到的东西。一位市场营销专员回忆道，现在我对每一次购买都设置了72小时的冷静期，如果72小时后我仍然想买，并且确信它值得，我才会购买。这个简单的规则帮我节省了大量不必要的开支。最后，投资于那些能带来持久满足感的体验和关系。研究表明，与物质消费相比，体验性消费和社交联系更能带来持久的幸福感。我和朋友们开始了每周1次的家庭聚餐，每人带一道菜，共同分享美食和故事。一位教师分享道，这不仅比外出就餐节省了开支，还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友谊。在经济不确定的时期，这种社交支持网络变得尤为重要。精简生活不是关于剥夺或牺牲，而是关于识别什么对你真正重要，并将资源集中在这些方面。正如哲学家亨利·大卫·梭罗所说，简化，简化，简化，让你的事物如此之少，如此之简单，以至于可以刻在一块树皮上。在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时期，这种简化的生活方式不仅能帮助你降低财务风险，还能让你发现生活的真正意义和价值。第8法则，强化人脉网络。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底特律汽车工业遭受重创，数万人失业。在这座曾经繁荣的汽车之城，一群失业的汽车工程师和设计师组成了一个互助网络，取名为底特律重生。这个网络的创始人之一，前通用汽车工程师迈克尔·约翰逊回忆道，当时的情况非常糟糕，很多有20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士突然发现自己失业了，而且在短期内几乎不可能找到新工作。我们意识到，单打独斗很难度过这场危机，但如果我们团结起来，互相支持，或许能找到出路。底特律重生网络最初只是一个每周聚会的小组，成员们分享就业信息，交流技能，提供情感支持。
随着时间推移，这个网络逐渐扩大，开始组织培训课程，帮助成员学习新技能，建立项目合作平台，让成员可以共同承接自由职业项目，甚至创建了一个小型创业孵化器，支持有创业想法的成员。通过这个网络，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商业伙伴，我们一起创办了一家专注于电动汽车充电系统的公司。约翰逊说，如果没有这个网络，我可能还在苦苦寻找工作，而不是成为一名创业者。更重要的是，这个网络给了我们希望和归属感，让我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约翰逊的故事告诉我们，在经济危机中，强大的人脉网络可以成为我们的安全网和跳板，帮助我们渡过难关，甚至发现新的机会。人脉网络不仅是职业发展的资源，也是经济危机中的安全网。正如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所说，我们的成功不仅取决于我们知道什么，还取决于我们认识谁。在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时期，投资于建立和维护有价值的人脉网络，可能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之一。第9法则，心理健康是经济风暴中的内在力量。2001年，阿根廷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一，国家宣布债务违约，银行系统崩溃，失业率飙升至 25% 以上，中产阶级在一夜之间变得一贫如洗。在这场经济灾难中，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心理学家玛利亚·罗德里格斯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面对同样的经济困境，有些人陷入了绝望和抑郁，而另一些人却展现出惊人的韧性，不仅适应了新的现实，还找到了创新的方式来重建自己的生活。这种差异不是由财富或教育程度决定的，罗德里格斯在后来的研究报告中写道，而是由心理韧性和心态决定的。那些能够保持积极心态，寻找新机会并与他人保持联系的人，往往能够更好地度过危机，并在危机后实现反弹。罗德里格斯的观察告诉我们，在经济危机中，心理健康和积极心态可能是我们最重要的资产之一。它们不仅能帮助我们承受压力，还能让我们在逆境中看到机会，做出明智的决策。那么，在可能到来的经济风暴中，我们该如何保护和增强自己的心理健康呢？培养心理韧性。心理韧性是指在面对逆境时能够适应、恢复和成长的能力。它不是与生俱来的特质，而是可以通过实践和训练来发展的技能。我每天都会进行正念冥想，这帮助我保持平静和专注。一位经历过多次经济周期的投资者分享道，当市场波动剧烈时，这种平静的心态让我能够避免恐慌性决策，保持长期视角，建立支持系统。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是应对压力和维护心理健康的关键因素。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我失去了工作和大部分储蓄。一位前银行家回忆道，是我的家人和朋友的支持帮助我度过了那段艰难时期。我们一起分享资源，互相鼓励，甚至一起笑对困境。这种联系让我感到我并不孤单，给了我继续前进的力量。保持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密切相关。规律的运动、充足的睡眠和健康的饮食可以显著提高我们应对压力的能力。当我感到焦虑或压力大时，我会去跑步或做瑜伽。一位企业家分享道，这些活动不仅能释放压力，还能让我的思维更加清晰，帮助我找到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最后，寻找意义和目标。研究表明，那些在生活中有明确目标和意义感的人，往往能够更好地应对逆境。在经济低迷期，我开始志愿服务，帮助那些比我更需要帮助的人。一位退休教师分享道，这不仅让我感到自己仍然有价值，还让我意识到，尽管面临经济困难，我仍然有很多可以感恩的事情。
这种视角转变帮助我保持了积极的心态。心理健康不是奢侈品，而是在经济不确定时期的必需品。正如心理学家维克托·弗兰克尔所说，当我们无法改变处境时，我们就被挑战去改变自己。在经济可能面临挑战的时期，投资于自己的心理健康和韧性，可能是最明智的投资之一。第10法则：具备全球视野，把握趋势，抓住机遇。2016年，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盟，震惊了全球市场。在伦敦金融城，投资银行分析师詹姆斯·威尔逊敏锐地意识到，这一事件将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大多数人只看到了短期的市场波动和不确定性。威尔逊回忆道，但我看到的是一个重新定义全球贸易关系和投资流向的历史性时刻。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威尔逊深入研究了脱欧可能带来的长期影响，特别关注了可能受益的行业和地区。他发现，随着英国与欧盟的贸易关系重新定义，一些亚洲国家，特别是新加坡和越南，可能会成为新的贸易和投资中心。基于这一洞察，威尔逊调整了自己的投资组合，增加了对这些地区的配置。3年后，当这些市场实现了显著增长时，他的投资获得了丰厚回报。关键不是预测具体的事件，而是理解大趋势，并据此做出战略性调整。威尔逊说，在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时期，全球视野可以帮助你看到其他人可能忽视的机会。威尔逊的故事告诉我们，在经济可能面临挑战的时期，保持全球视野，了解全球趋势，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新的机会，做出更明智的决策。那么，在可能到来的经济风暴中，我们该如何培养全球视野，把握关键趋势呢？关注全球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发展，这些因素可能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我每天都会阅读《金融时报》《经济学人》等国际媒体，关注全球经济和政治动态。一位资深投资顾问分享道，这些信息帮助我理解全球大环境的变化，为投资决策提供了重要背景。识别长期趋势和结构性变化，短期波动可能引人注目，但长期趋势才是真正重要的。人口老龄化、气候变化、技术革新、全球化重构等长期趋势，将在未来几十年重塑全球经济格局。一位经济学家指出，理解这些趋势可以帮助你做出更具前瞻性的决策。多元化信息来源，避免信息茧房，不同的视角可以帮助你获得更全面的理解。我会有意识地关注不同国家、不同政治立场的媒体和分析师的观点。一位全球战略顾问分享道，这种多元化的信息输入帮助我避免了单一视角的局限，发现了更多的机会和风险。与具有全球经验的人交流，他们的经验和见解可以为你提供宝贵的洞察。我定期参加国际商务论坛和跨文化交流活动。一位企业家表示，通过与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我不仅拓展了视野，还建立了有价值的国际人脉网络，这为我的业务拓展提供了重要支持。全球视野不仅是一种知识储备，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它帮助我们跳出局部和短期的限制，看到更大的图景和更长远的发展。正如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所说，最好的预测未来的方式就是创造未来。在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时期，保持全球视野，把握关键趋势，可以帮助我们不仅应对挑战，还能主动塑造自己的未来。回顾历史，每一次经济危机都像是一场无情的风暴，摧毁了无数人的财富和梦想。然而，在这些风暴中，总有一些人不仅安然度过，还找到了新的机会，实现了逆势增长。投资大师本杰明·格雷厄姆说，
投资的最大敌人不是市场，而是投资者自己。在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时期，保持冷静、理性和长期视角，或许是最重要的投资策略。我是高维认知，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还不错，请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让我们一起每天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